咪，今天呢要跟大家闲聊，那闲聊什么呢？是我上次在 IG 有发了一篇贴文，然后就是在讲说我早一天要拍一支影片，分享我人生中遇过各种不同事情的，可能低潮啊、挫折。那当时我是怎么去面对它、解决它，然后借由这些事情我得到了什么经验，想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算是一个我的人生故事经验谈。好，然后我列了几个就是方向来跟大家讲。好，那首先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故事是关于我的学业。我高中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想要考像新闻相关的学系，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我那个年代是学测跟指考。我学测的时候就锁定了台大农推系，因为它是台大跟新闻最相关的学系。然后印象很深的是那时候推甄的时候，台大农推只有2个名额，然后具有补习班老师告诉我说，我跟第2名大概只差0点几分，就是差距不大，但是就很扼腕的没有上，所以我就只能去考指考。那因为这件事情让我还蛮挫折的，所以我在指考的准备过程中就没有那么的用心，最后我的分数非常的尴尬，就是没有办法上台大或是政大的新闻相关学系，可是距离私立还不错的福大或是世新又有一段距离，所以最后我的分数就是指考就填到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经营管理学系。那这个系其实也没有不好，但是毕竟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所以我在大学4年其实是念的有点茫然，然后也有点不开心的，然后甚至就是影响到我毕业那时候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因为其实这个科系出去的工作有很多，可是都不是我想要做的。那在用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回想，如果当初再让我选一次的话，我希望我当时可以坚持我的想法，就是去念我真的最有兴趣、最要做的事，至少我不会过了4年或是毕业之后回头看再来后悔。那我相信很多就是在看我影片的人，你可能是高中正在摸索你的兴趣，或者是你可能已经大学了，念的并不一定是你自己最喜欢的科系，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高中生，那真的要好好去想你未来想要去做什么，就是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因为我觉得做错了一个决定，可能也会影响你未来还蛮多年的人生。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念的不是你最喜欢的科系的话，也没有关系。很多人会觉得说大学4年好像很长，我可以玩乐，我可以就是很自由，可是大学4年会造成还蛮多大1到大4的差距的。如果像我有些同学，就是他也不是最想念这个系，可是他可能去双主修，或者是他在大学4年中去学其他他有兴趣的事情，那他毕业之后可能就可以直接朝他喜欢的方向去前进，就是不要被科系局限了一切。所以我觉得，我想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有这样学业上的困境的话，就是提早去找方向，然后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当然，你可以偶尔跟朋友出去玩，你可以很自由，可是千万不要浪费这4年这样子。然后我突然想到关于一点，很多人会想说，毕业之后是要念研究所，还是毕业之后应该要直接出社会工作？那我从以前到现在想法都是一样，就是我觉得，与其浪费2年时间在研究所，不如你直接毕业后踏入职场，学到的东西会更实际、更多。那当然，如果你今天的工作需求，或者是你今天学的东西是比较需要研究所的专精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逃避出社会的时间，或者是你只是为了念而念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没有浪费时间跟浪费钱的必要。因为我后来发现，你出社会学到的东西，很多很多都是学校学不到的，就是真的去直接踏入职场，这才是真的最血淋淋的。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啦。如果你刚好在犹豫说你有没有需要做这个选择的话，你就好好思考一下。好，在第2个我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感情故事。那我比较少跟大家聊感情，是因为我跟 P N 在一起已经蛮久，6年多嘛。但是其实在跟他在一起之前，我的感情路算是蛮不顺遂的。像我第1个男朋友就是国中到大学，然后在一起蛮久了，可是大1的时候呢，总之就是他喜欢上另外一个跟我很像的女生，然后还刚好被我撞见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出去，然后那时候你知道第1个男朋友就很晴天霹雳，然后很崩溃很痛苦，然后后来遇到第2个男朋友就是脾气不是很好，然后可是你知道小时候就是觉得爱情很重要，然后还甚至因为第2个男朋友跟家人闹翻啊，然后吵架啊等等，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说，
天哪，我当初到底浪费多少时间在这些不对的感情跟不对的人身上？然后加上我本身是一个很感性、性情中人的巨蟹座，所以就会开始怀疑说，是不是我自己真的不够好？是不是我不值得被爱？甚至开始就是有一点点对男生没有信心，就是会觉得所有男生都是烂人这样子。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天哪，我浪费好多时间在感情困扰上哦。我若这些时间拿去充实自己，我这些时间拿去投资自己，我可能就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但是没有办法，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我回想起来就你知道一笑置之，就觉得当初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有时候我收到一些私讯，就是关于感情的困扰，或者是我知道你们可能在看影片的你当下也会遇到一些感情的问题。这些事情呢，你问我当初怎么走过来的，有时候我去回想，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希望尽可能的去减少我纠结在感情上浪费的时间。当然我说完全不要有感情，不要心痛，不要难过，是不可能的。可是尽量去缩短这个时间，然后把更多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然后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价值，一定要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人。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优点，都有他自己好的地方，所以耐心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一定就会遇到一个很适合你的人。所以不要急，不要难过，不要觉得遇到一个不好的人就是世界末日，不要觉得你爱的人不爱你就是世界末日。其实真的没有这么严重，这算是一个30岁姐姐过来人的话嘛。所以如果刚好你现在遇到一个感情低潮的话，好好大哭一场，好好发泄一下，就不要浪费太多时间，赶快走出来，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再想跟大家分享第3个故事是关于经济，就是经济状况。那其实这件事情我比较少跟大家聊，是因为我觉得算是还蛮私人的。可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遇过这样子的低潮，所以我就想要讲我的故事记得是纳莉台风那一年，纳莉台风是我国中还高中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不是台北淹水很严重吗？然后我家那时候以前是开音乐教室，然后才刚装潢好的音乐教室在1楼，然后就因为这个台风淹水，然后装潢毁了，那个器材毁了，就赔了很多钱。但是这件事情是在我近几年才知道的，所以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然其实有点生气，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早点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让爸妈这么多年来就是很辛苦这样子。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给我还蛮大的冲击，所以我一度就开始去埋怨，就觉得说这个社会怎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就看到大家吃好、过好、住好，然后可以出国玩，无忧无虑等等，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可怜这样子。那后来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我到底浪费时间再去羡慕别人干什么呢？因为你浪费时间去羡慕别人，你也不会有所改变，你的人生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所以我就开始换个角度去想，我没有那些东西，但是我有什么？然后我就想，我其实有父母亲满满的爱，就是我从小到大，其实不管经济状况优不优我爸妈都会把最好的留给我，然后他们会让我感受到就是家里就是有满满的爱这样子。我就觉得，虽然我没有物质上的东西，可是精神上我是很富有的。这样讲虽然可能有点矫情，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家庭的这个关怀其实也还蛮重要的。然后就开始去解决，就是我开始就是正式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渐渐的不再容易被一些别人外表的光鲜亮丽而影响了。我就开始去想我自己有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社会的不公平。那我知道很多人一定也会面临一些经济状况，可能不是每个人家里都生活的那么优渥，可是我觉得你要做的不是一直去抱怨或者是一直去羡慕别人，而是你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现况。因为我必须老实说，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所以你浪费时间去想这个社会有多么不公平，其实是非常没有必要的。那藉由这个故事，我其实学习到或是想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一个就是，
不要只看表面，就是你看到很多光鲜亮丽的背后，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看起来好像很无忧无虑，其实没有，我只是没有一直去讲我负面或者是我不好的地方。所以第一个就是不要只看表面，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去珍惜你拥有的，就是与其你去抱怨，你不如去想办法改变现状。这是我在遇到这件事情之后我所做的决定。那我现在去回想起来，我也觉得我自己面对这件事情的状况算是还蛮成熟，还蛮勇敢的。好，第4个故事我想分享的是关于工作跟学业的。那我前面有讲到说，我大学念的不是我最喜欢的科系嘛，所以我其实毕业的时候，我一度是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的。然后我其实尝试了很多，就是我有去考过公职，我那时候记得很深，我是考海关，因为我想说海关科目好像跟我学的东西有一点点关系，然后薪水好像也不错，然后公职就是铁饭碗嘛，所以我考过海关，那当然没上。然后第二个是我考过空姐。考过长荣空姐，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的那个脚的拇指外翻，所以就被淘汰掉了。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我那时候真的很想做这2个工作吗？好像其实也没有。然后后来我选择的路，就是因为我大学有在 DVD 店打工，所以毕业之后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就从工读生变成正职，还做到店长。那其实 DVD 店的工作，我当时自己也知道，这个工作不是一个有发展性的工作，但是我又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我一方面我也不想要跳脱我的舒适圈，就觉得在这个工作好像也还蛮安逸的啊，然后可以看电影啊什么的，就有点在摆烂那样子。然后遇到 P 先生之后，我们他就有跟我聊了很多，他就觉得说我不应该浪费时间，我去做什么都好，但是我应该要跳出这个框框，或者去为自己勇敢一次，去试一个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就开始去想我喜欢什么。那我喜欢打扮嘛，我喜欢买衣服，我喜欢化妆。那我以前还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小时候跟妈妈出去逛街，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都可以买东西，为什么我都不能买？然后我妈就说，你长大自己赚钱之后你就可以买啦。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既然我喜欢花钱买东西，我喜欢打扮，那不如把这个东西试着变成我的职业呢？所以我就开始尝试去写部落格，开始分享我那时候的一些可能爱用的东西呀、爱用的彩妆啊，或者是一些化妆，虽然很不成熟，但是我就是去试了。然后当时也为了不要留后路给自己，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离职。即使我那时候部落格1个月的收入可能就是几千块，不到1万块。然后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完全没有经验，也完全没有人可以问，就是什么都要自己摸索。我要去摸索怎么样排版，要怎么样拍照，要怎么样写出有人看的文章，要怎么样去收集资料等等。然后我甚至就是把我的积蓄拿去全部买一台很好的单眼相机。然后就想说，老娘就是拼了，我就是给自己半年时间试试看，不成功便成仁嘛，我就是尝试看看。那当然一开始也没有那么顺利啊，根本不会有厂商找上你。然后我就想说，那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没有那么容易说放弃的，所以我就开始去增加我写文的频率。像我本来可能1周写1篇2篇，然后开始变成天天写，然后想到什么就写，然后尽量去做功课，看看有什么东西是大家会想看的。然后呢，真的奏效了，就是真的开始有厂商慢慢找上门，就是希望我可以分享一些合作的东西呀，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才慢慢的步上正轨。那其实一开始我写的时候也没有抱那么大期望，因为我开始写部落格已经算是蛮中后期的，已经很多厉害的部落客了。可是我可以这样子慢慢的上轨道，就是因为我当时我自己有坚持下去，我自己有给自己一些没有后路的压力等等，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一开始的低潮有慢慢的解决，后来就慢慢的上轨道了。那中间也有经过一段撞墙期，后来就是因为大家开始看东西的形式改变，就是从图文开始慢慢变影片嘛，所以我就开始拍影片。那拍影片又是另外一门学问，我又没有剪接过，我也没有录过影，我要怎么样去尝试呢？所以就一样的方式，就是再重来，我就是想到什么就拍，有趣的就拍，我有什么样的
经验资讯，就想办法整理成影片拍出来给大家。那一开始拍的时候，其实很有热忱，就是觉得好，每天上影片都好期待，有什么样的人会来留言，有什么样的人会来看。那时间久了，一方面是你要想的题材越来越难，因为你能拍的东西越来越少，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维持观众的新鲜感，然后你获得更多关注之后，你会有一些评论的压力，大家可以开始对你指点，大家会对你影片有更高的期望等等，所以外在的压力加上我自己本身也很容易给自己压力，我就开始又有一小段就是关于拍影片的撞墙期，我可能会去很在意流量，我可能会去很在意我的订阅数，我可能会去很在意观众的反应，所以就变得好像有一点点里外不是人的感觉，这件事情就没有当初那种一开始往前冲的那种单纯的冲劲跟快乐了。那我现在面临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去想，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困扰嘛。那这个阶段我要怎么去解决它呢？我也正在努力中，但是我目前有很多的想法，就是我想要有所改变，我想要找回我当初对这个拍影片的一些热忱。那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也是出社会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好倦怠哦，每天都一成不变或是什么。那这时候你不应该再放任自己烂掉，你应该去想，你做什么事情是可以改变现状，让你变得更好的。你可能可以很毅然决然去选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或者是你可以去想，我在现有已经很掌握很舒适的一切状态下，我能有什么样的突破。总之就是不能让自己变成一滩死水，你知道吗？这句话其实是在勉励大家，也是在提醒我自己，所以我也正在努力中，就是我并没有那么大家看到的那么好像都很正面，都没有困扰，其实不是的，我有我的困扰，只是我会选择性的跟大家分享，那我会自己想要消化完之后，可能再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谈。那今天这支影片，我的重点其实只是想要分享我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如果刚好你也有遇到的话，那我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鼓励吗？或者是想让你们知道，其实我也有过不开心，我也有过负面，我也有过情绪低潮的时候。可是重点不是你遇到这些低潮当下多惨，而是你遇到这些低潮之后，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你要怎么样去成长。好，讲得我的喉咙好痛。那我真的很少拍这样子的闲聊影片，所以也许我讲的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或者是你们也想要分享你的一些人生经验的话，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那边留言，因为我觉得我希望这不是只是一个美妆频道，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经由这个频道得到抒发也好，得到心灵成长，得到鼓励都好。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帮我个喜欢。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那别忘了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点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